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1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97.05， 收盘价是20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00.88， 最低价是在 195.1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 5864.83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在这样的信息呢，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那我们也会关注到慢线也下穿了零轴。那双线现在都在零轴的下方说明目前股价是正式进入到了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8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震荡的走势，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也正好收盘在200关口。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个收盘价200关口呢，也是使股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我们也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继续量缩，因此在8月9日生成的这根小绿 K 线，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休息的 K 线呈现的是量价涨量缩。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攻，那么股价将会重新开启下行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8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195或者是在191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02附近。实际在8月9日收盘价是在200。那至于我们也就是出现了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点位相差并不大，并且呢性质也是相同，也就是股价是不但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么也是在我们说并没有站上这个前高204。那么对，但是呢我们说在当日这根 K 线和我们预测的这个反弹它的走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在202附近股价会有一个冲高，然后呢留下一个长长的上影线，也就是受到卖压，然后收回到202。而实际在8月9日当日呢它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是震荡上行，收盘在200关口，在这个位置。那实际上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也就是为股价后续继续上行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在日后
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攻会下行，也就是我们预测，我们认为后续有补量上攻啊，正是因为在8月9日这根休息的 K 线，它是由低位震荡上行，最后收盘在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因为有了这样的走势，那么我们才在 K 线信息当中推断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可能。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回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对于8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我们先来说上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35。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我们之前说过，这根红 K 的最高，还有这根绿 K 的最高都是在204附近。在上一个交易周，我们会看到连续4个交易日啊，股价在反弹到前高，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高204附近的时候呢，股价都是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甚至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啊，根本就不能到达这个位置，所以在到达235之前，204是一个强压力，然后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在212，这也是一个压力。再有就是20日均线值在222附近。那股价在到达234之前啊，204趋势线还有20日均线值将是压力。好，那235如果能够被站上，那也就是股价站上了前高，将会瓦解自7月11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继续向上。第二个目标就是256，256仅仅是一个压力位。那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突破呢，股价继续上行。第三个目标就是271，站上271呢，将会恢复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也就是再次出现头高。那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在反弹的走势当中啊，或者震荡反弹的走势当中，如果能够站上235，那么股价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271。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虽然目前股价出现了反弹，那么前低是8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82，虽然这个地方有了一个前低啊，但是我们依然把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设在177这个位置。那么股价要到达277之前啊，目前8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82将是一个支撑，还有一个支撑就是8月7日这根红 K 的最低是192，也是一个我们认为是相对较强的支撑，或者说是股价在到达177之前的两个阻力。当然还有一个位置，现在股价的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么在8月12日，我们会看到5日均线值将是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下方，所以5日均线值也将会成为一个支撑。所以股价在到达177之前，5日均线值192和182这三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下行的阻力，或者说是支撑位。好，177如果被跌破呢，那么将会我们说将会瓦解自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继续向下。第二个目标就是168，168如果被跌破，那将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139。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描述。那在
8月12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依然是200关口。之前我们给的也是这个位置，也就是股价在它的上方运行才能够出现更高的反弹，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会收低。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8月9日是出现了一个横盘向上的一个走势。好，那到8月12日盘中，我们继续关注200关口，因为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能够继续反弹。我们刚刚提到的2次提到的，才能够出现补量的上攻。对，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00关口下方运行，甚至是在5日均线之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一根反转向下的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观察位的描述。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在8月5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的信息。在8月5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呢，它是一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当然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我们会看到当周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在当周是出现了反弹，然后呢，股价反弹是一度站上了20均值，然后呢，同时收盘价也是站上了这个250均值，但是上方呢，我们会看到仍然是留有一个缺口。那当周的成交量呢，较前一个交易周是大幅的量缩，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呢，我们认为它的力道并不足，也就是没有一个带量的上攻，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是很容易出现继续下行的，尤其是在8月12日开盘，如果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或者是低开盘，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下行的。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时候说，这叫在7月15日、7月22日和7月29日。这3根 K 线叫连三红，连三红是一个下跌的 K 线组合，对，它是一个下跌的动能。那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呢，一定会出现下行，或至少会出现新低。那我们来证实，那在8月5日当周是出现了新低，收盘价我们会看到呢，并没有回到这个连三红最低的上方，而是在这个地方仍然留有缺口，所以这个连三红的动能下跌的动能是依然存在的。那日后只有站上他们的最高，也就是265，在这个位置只有站上它，才能够瓦解这个连三红的下跌动能。所以我们要关注股价如果出现反弹，我们会看到5均值将会成为一个压力。那么如果股价日后能够重新站上265呢，才能瓦解这个下跌的K 线组合的这样一个动能。好，那这是我们补充说明对之前这个K 线信息的一个补充说明。然后呢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8月5日当周的预测。我们预测股价呢，如果能够在200关口上方运行，很有可能会收高，会收在230附近。然后呢，如果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190附近。实际我们会看到当周收盘价是正好是在200这个位置。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201附近，对的。
实际收盘是正好是在这个观察线下方一点。好，那么到了8月12日当周，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15附近。我们说一下理由，就是说在8月12日当周，如果股价出现反弹我们认为5均值和这条下行趋势线将是强压力，那么股价很有可能遇压而出现我们说出现反转向下，或者说是收在相对低的位置，也就是我们认为收盘价不会突破它。所以在这个地方遇压力呢，很有可能收盘在215，继续给出不确定性。当然，如果股价出现反弹，能够到达这个位置将会为日后股价继续反弹而奠定基础。那如果股价收低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180附近。对，180呢，我们认为很有可能股价出现反转向下，而跌破这根反弹 K 线的最低。那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200关口。实际上也是前一根 K 线实体的上沿。那在当周，如果股价能够在200关口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在周中是在200关口下方运行，那我们认为它很容易会收低。如果不能到达180，我们认为至少会跌破20均值。好，那这是我们对8月12日当周 K 线图的一个预测说明。我们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来复盘，来看看当周的走势。好，我们回到日 K 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在8月9日收盘价是在200关口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但是并没有站上前高，成交量是量缩，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因为价涨量缩股价虽然我们刚刚说了有可能会出现补量的上攻，但是通常价涨量缩会使股价出现一个反转向下的走势，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正好它也是一根休息的 K 线，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对于多头来说，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204，还有一个就是212。那么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192，还有就是182，也就是说跌破192，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下行，也就是说继续跌破这根墓碑线的最低，那么股价将开启新的一波的下行。那跌破182的目的就是要再次出现底底低，然后维持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04到205，就是这个缺口。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07附近。第三个压力位是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在212附近。第四个压力位是222，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5日均线值，在198附近。第二个支撑是这根休息的 K 线最低和这根红 K 的最低，这个区域是从192到195，这是第二个支撑。第三个支撑是182，第四个支撑是177。
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这个预测呢，我们给出的是并列的。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说看上行，也就是说股价会，或者我们把它称作叫横盘向上。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8，上方最高会到达208，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0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横盘向上，我们仍然认为它会有一个强势的反弹，然后呢遇压而出现回档，然后收盘价仍然收在这根绿 K 最高的下方202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认为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地方，通常会有空头力量进入，当然还有一定的卖压，对，所以在第一个预测，我们认为会收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或者是小绿 K 线。好，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股价最高会到达203，最低下方会到达192，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96附近。如果最低价到达185，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88附近。好，那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呢，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